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皇上登基，应当尊景仁宫为母后皇太后。熹贵妃是皇上的生母，可封为圣母皇太后。祖宗的规矩历代如此。胖妮继续讲《如懿传》，剧中有一个名场面：先帝驾崩之后，在如何对待景仁宫皇后的问题上，大臣们出现了分歧。太后怕景仁宫皇后会被放出，成为母后皇太后，压自己一头，所以用一碗汤来敲打当时还叫清英的如懿。胖妮斗胆给她取名为鸡汤剂。这样的一碗汤，富察郎画、高希月、清英和太后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，洞察的意义不同，展现出的格局也不同。先看高希月怎么说。好好的鸡汤，用味儿重的火腿相佐，喧宾夺主。看来这两样东西不能并重。太后，臣妾下回给您炖清鸡汤喝。高希月虽然为人不善，但杀伤力却有限。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智商不在线，尤其在观察能力和反应能力上有所欠缺。当太后批评清英用火腿做鸡汤，有喧宾夺主之嫌的时候，高希月想也不想就说：看来这两样东西不能并重。太后，臣妾下回给您做清鸡汤喝。气得太后身边的福家给了他一个大白眼，但高希月却丝毫未觉得不妥。之后听闻太后说没有胃口，让下人把饭菜都撤下去，高希月又附和着说：太后好不容易尽些晚膳，却被清英姐姐败了胃口。清英姐姐是想让太后饿着身子熬在那儿吗？高希月本不喜清英，一心攀附皇后，讨好太后。看到太后批评清英，想要过去跟着踏上一脚，也情有可原。怎奈他却读不懂太后此举背后的意思。从头到尾，这碗鸡汤在他眼里只是汤，这顿饭也是真的饭。他频频插嘴，反而干扰了太后对清英的敲打，其结果就是高希月里外不是人，既得罪了清英，又得罪了太后而不自知。相较之下，金玉妍、海兰等人立在一边不作声，倒显得聪明得多。接下来看看皇后富察郎画。皇额娘，民以食为天，米为食之主。先帝在世时最爱喝米粥，你也尝一尝吧。对于皇后富察氏来说，先帝的景仁宫皇后是否能够出宫成为母后皇太后，与她虽然有关系，但这件事上最该着急的并不是她。在陪太后吃饭这件事上，她关心的不是一碗汤中的火腿和鸡到底哪个更重要的问题，而是她自己皇后的地位是否稳固。当太后拒绝了清英的汤之后，富察氏劝太后为着自己的身体进食，并为太后盛上一碗白米粥，道：皇额娘，民以食为天，米为食之主，米是最养人的。先帝在世时也最爱喝米粥，你也尝一尝吧。富察氏这句话说得极漂亮，他说明了米为食之主这个事实，又说先帝最爱喝米粥。先帝在世的时候是更爱景仁宫皇后，还是更爱熹贵妃，大家有目共睹，这就很容易使太后将自己带入到米的主位。太后心中高兴，自然会接富察氏的米粥。太后不接清英的汤，而接富察氏的米粥，两人在太后心中谁更重要，妃嫔们也要做到心中有数。富察氏通过劝太后吃饭这件事，既讨了太后的欢心，又巩固了自己的地位，可谓一举两得。其实太后本人是借食材主次来强调地位高下。大行皇帝没留下任何处置景仁宫，这麻烦就来了。后宫势弱，前朝那帮老臣在皇帝跟前就会更有分量。太后，这事儿不是皇上说了算吗？当年选福晋，皇帝就没跟哀家一条心。这顿饭中，太后看似举动反常，意图则很明显。她借着食材主次之事大发雷霆，就是因为她知道皇上最宠清英，清英与景仁宫皇后又是姑侄关系，希望清英能够凭借自己特殊的身份以及皇上的恩宠站出来说句话，打消皇上放出景仁宫皇后的念头。太后的雷霆大怒是一种震慑，让清英双手捧着发烫的碗，也是为了让她感受到疼，知道害怕，希望她有所忌惮，而顺着太后的意思。
最后看看被刁难的如意。对他来说，餐桌内是后宫，餐桌外是朝廷。太后借由食材来敲打青樱，是因为她对青樱缺少了解。太后认为青樱虽不像高希月一样愚钝，但格局大不过她和富察氏去。那么她太后和富察氏的格局有多大呢？也就餐桌这样大，不管是汤也好，还是米也好，左不过都是眼前的吃食。嘴上说着吃食，心里想的都是我和我的家族，因为两我相争必有一伤，又因为狭路相逢勇者胜，所以太后认为自己需要呲着牙做出进攻状，让青樱识相一些，为了生存而选择忍让。结果这一招看起来果然是奏效的，青樱被太后惩罚，拖着发烫的汤碗，虽然指头红肿，却没喊一句疼。在姑母被逼服毒的情况下，他还出面为太后作证，谎称姑母暴毙而死。但太后估错了青樱顺从的原因，她的顺从不仅因为她畏惧太后，想要生存，更因为她的格局比别人大。她能够看到一张餐桌那么大的后宫，还能看到餐桌以外的朝廷。她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家族，也关心朝局是否稳定。当然，青樱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她对弘历是真爱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也希望你姑母出来吧？臣妾自然是希望姑母可以解了禁足，安享晚年。下令禁足姑母的是先帝，很是难为。可朕又想，要是放你姑母出来，你的背后也可有个倚仗。只是皇上也不必过分担心，事情总有解决的法子。如若艰难，皇上也不用太为难自己。这样的爱是为了家族责任而嫁入王府的富察氏、高氏，为了我侄儿人到晚年还不肯放权的太后所不能理解的。也正因为有爱，她愿意屡屡将指伤之痛忍在心中，不肯哭闹求饶，愿意不计较火腿是否要放在鸡汤中，愿意不去在乎米粥和汤水为主次，只为争取到一片和谐场景，让她的弘历不用过于操劳，不要为难。很多观众，包括胖妮自己，在看《如懿传》的时候，总觉得不如《甄嬛传》甚至是《延禧攻略》痛快，仿佛心中始终憋着一口气，吐不出，咽不下。这当然与如懿自身的性格相关，也是因为她真心爱的是一代帝王。如果一个女人只是为了自己，她当然可以活得畅快淋漓，杀伐果断，但为了爱人，尤其为了对一代帝王的爱，她只能隐忍、牺牲、屈就。也许这就是人生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